他们是你的亲生父母吗？感觉你跟父母之间不太熟。作为母亲，连自己的女儿不吃鸡蛋都不知道吗？爷爷，来，谢谢您。爷爷，要多吃一点呢。有的事情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我要听实话。多吃点水果啊，千万不要客气。对不起。对不起什么？我说谎了。你说了什么谎？就是要打副杆。哎，行吧，我说你慢慢学吧。我说我们是没戏了。其实我从小是跟姥姥生活在一起。我的父母为了前程，抛下我就很早出国工作了，所以我基本没有怎么见过他们。我没有感受过什么是父爱，什么是母爱。我也闹过，也吵过，但好像没有什么用。我甚至不想认他们。如果这次不是因为浩明，不是因为要结婚，我想我根本不会联系他们。所以我之前说，我有一个融洽的家庭关系，是我撒谎。对不起，于阿姨。我只是想尽我最大的努力，想让你和叔叔有一个很好的印象。我想让你们觉得，我是在一个有爱的家庭里面长大的，不是现在这样。我想让你们和浩明放心，所以对不起。父母也有父母的难处，谁都想保持工作和家庭中的平衡，真正做到可不容易。浩明也是从小一个人在国外念书，和我们聚少离多，我一直觉得亏欠他的。兰姐，晨晨下课回来了。知道了，我先过去。于阿姨，谢谢你。许小姐，今天这一天还挺顺利的哈。退房的手续我会帮你们办好，明早把房卡放在前台就可以走了。这段时间少外出，婚礼之前我会联系你们，婚礼之后二位的事情算是完成了，后续也不会再麻烦你们了。
啊，明白明白。您放心就行了，我们都是巨抛脸，就是以后在大街上碰见我们，您都认不出来。是啊。当女生第一次踏进豪门时，未来婆婆就特意支开儿子，想要替儿子把把关。虽然富二代叫母亲照顾好他，但女生自己也特别有眼力见，主动的替长辈添起水。然而这些都是小考验，接下来急忙走过来一个未来婆婆的朋友，两人互相介绍之后，这个朋友就盯了一眼她的位置，女生便让给了他，随后站在了旁边。这时富婆们跟她搭起话，问她喜欢狗吗？接下来的话就是指桑骂槐。我们家布丁啊，就是个傻狗，除了长得好看，啥也不是。还行啊，挺聪明的，布丁多好啊！大家都是聪明人，又有谁听不懂呢？但女生却选择隐忍，甚至帮保姆端起了盘子。后面两人畅聊起来，保姆甚至都狗眼看人低，暗讽她和这里出出进进的夫人小姐们不太一样。哪里不一样？你的头发有点干枯毛躁。女生以平时工作太忙，所以没有时间打理。后面保姆告诉她，这些富婆经常去做一种头发护理，做完了以后头发亮得跟缎子一样。也就是这时，未来婆婆出现了，她支开了下人，开门见山地吩咐女生帮她去会所取晚餐。如果是会所的话，是不是可以让她送过来？我不太喜欢陌生人到我家里来。女生听懂了，但为了能够嫁进来，她也再一次选择隐忍，毕竟能留下来就有机会上位。不料未来婆婆再一次出击，今天人多，也没法跟你好好聊聊天。一会儿啊，把餐取回来之后就交给阿姨，你先回去吧，我会告诉浩明的。这个婆婆没有看上她，但是那又怎样？女生依然面不改色心不跳。此情况之下，婆婆约她周六出去，两人单独聊聊。到了吃饭那天，女生为了能够融入富婆的圈子，竟然听从了保姆的话，主动的去做了那个头发护理。她势必要嫁进豪门，本以为这次十拿九稳，想不到对方竟然又叫了一个女生。从他们谈话得知，对方是做金融工作的，行为举止大方得体，不仅在工作上能支持他儿子，两个家庭结合更是强强联手。你觉得这些女孩怎么样？都很好，而且个个才貌双全，像这样的女孩才适合浩明。马上和浩明分手，免得自讨难堪。富婆不喜欢弯弯绕绕浪费彼此的时间，虽然她的形象和学历都很优秀，工作也不错，但是她的家境不好，因为上次在一起相处这么久，她从头到尾都无法融入，一句怨言也没有，即便自己让她拿外卖也没有脾气，被人怠慢还要保持微笑，劝她找一个和她步伐一致的人，配不上她优秀的儿子。为了能够嫁进豪门，女生再一次编织了一个谎言。 Syracuse University 是我父母在国外任职的学校，他们从小教育我，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环境，教养和风度是基本的礼貌。只是我没有想到在您看来是胆怯和隐忍。国内我的工作都是靠我自己，很少提及我的父母，家境不好，我只能说您看错了。女生从小就是靠谎言来打造自己的完美人设，所以这一次也不例外，并且告诉婆婆，即使看不上她，也不会和她儿子分手。脱口而出的谎言就像她干枯毛躁的头发，像枯草一样层层堆积。于是为了圆一个谎，第二个第三个接踵而至，外表看起来蓬松庞大，内里却早已失去水分和弹性，一触即碎。于阿姨，我给您买了最新款式的围巾，不知道您会不会喜欢。下次我也可以送你。徐小姐买的什么呀？我看看。羊绒围巾啊！哎呀，徐小姐，你搞错了。你未来婆婆平时喜欢的基本上都是纯色款，她不喜欢印花款的。从小山村走出来的女孩许妍，企图嫁入豪门，刻意买了贵重礼物送给未来婆婆，却没有想到遭到了对方的白眼，而且还有意无意地说她的东西太过于廉价。阿兰，我觉得这个女孩各方面品味都不行，你再考虑考虑，别急着订婚期。看来要取得豪门婆婆的欢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身份可以假冒，但是豪门品味不是一时之间她可以学得来的。于是瞬间灵机一动，和保姆成为了好友，开始打听起婆婆的那些豪门姐妹，才得知她们可是很有话语权的。以前少爷也谈过几个女友，被这一群阔太七嘴八舌竟然搅黄了，提醒她一定要搞好关系。听到这个女孩，马上主动的将2箱樱桃放到了保姆的购物车中，叫她也带给自家孩子吃。于兰和这些人并没有真正接受我，要嫁给浩明，就要彻底融入这个家庭，这个圈子。我能依靠的唯有主动出击。有了这条线索，她开始跟着未来婆婆来到了网球场充当了球童。但是即使是这样，豪门阔太也丝毫没有把她放在眼里，只是本能的觉得这个女孩城府很深。还好她细心发现，其中有一位太太似乎权力很大，所有人都争相的巴结她，想为自家丈夫的生意添砖加瓦。也许这个阔太会成为她破局的关键。她用自己记者的身份查到了这个阔太喜欢婚娶，
于是投其所好找到了老师。他的确出身很低，但是天道酬勤，他可以为了自己的目标不吃不喝的努力练习。做完了这些准备之后，他以票友的身份接近了阔太，成功的和对方成为了朋友。这种以爱好为出发点的接近不着痕迹，瞬间打消了对他的防备，而且还意外的听到阔太似乎正在帮自己的儿子找国际学校。对方的校长迟迟没有和他见面，准备直接做个节目撮合对方。莱茵国际学校的校董也会去，你调查我，为您分忧罢了。不通过你，我也可以认识他。以您的能力，当然可以认识这些人，但想要迅速的建立关系，没有这么简单。如果通过一档节目，自然而然的成为朋友关系，百益无一害。在他的穿针引线下，很快的得到了阔太的好感，这好话从其他人的嘴里传到了未来婆婆耳里。可是很具震撼力的，而且他还特别会做人，将婆婆的一众好姐妹纷纷的邀请上他的节目，完全满足了对方的虚荣心。随着他在阔太圈渐渐站稳脚跟，拉到了大的赞助，他在电视台的地位也逐步上升，既然直接抢到了主持人的位置，将曾经那些看不起他的同事踩在了脚下。女人实在气不过，他明明记得当初他刚来电视台的时候，简历上写着只有一个姥姥，什么时候变成了高知家庭了？那股子从小山村出来的穷酸味他不可能感觉错，本能的觉得在他的身上肯定有着什么样的秘密。然而让女孩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她婆婆的公司竟然收购了那个毫无责任感她父亲的房子，这可怎么办？万一让两人接触到她假豪门千金的身份就会曝光，她必须阻止这一切的发生。我要结婚了，我没有打算邀请你们来我的婚礼，我的户口本上只有我跟姥姥。你这话说的太伤人心了，毕竟我们是你的亲生父母。除此之外呢，你们永远不会觉得自己有错的。做子女的怎么可以论父母的对错？一心想嫁入豪门的许妍，做梦都想不到自己要攀上枝头变凤凰的前夕，乡下的穷父母竟然跑了过来。当初姐姐和乡下的穷男友分手后，男人不甘心，跑到他父母那里诉苦。梁老头瞬间大发雷霆，女儿已经成年了，他们还插手对方感情的事情。这时他们才想起自己还有个小女儿，便想着给她打个电话。殊不知许妍为了这场婚礼已经找好了新父母。一会儿去试礼服，这家店我已经去过了，你们只能试这2套。记住，少说话，保持礼数。试完礼服之后，浩明的爸爸妈妈可能会跟我们回家来，一到家你们就说荆州有朋友要提前走。明白。也就是这时，亲生父亲的电话刚好打过来，看到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号码，他没有选择接听。架不住梁老头担忧大女儿的安危，连夜来到大城市，并且还从姥姥那边打听到了小女儿的地址。而许妍带着假父母、假身份，正在和豪门一家商量婚事的安排，却在不远处看到亲生父母，这可怎么办？好不容易攀上的高枝，他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穿帮，那之前所有的努力都会白费。你得把话给我说清楚啊！于阿姨，你听我解释。我知道了，你的名字是假的，书香门第的身份也是假的，父母也是假的，对不对？你说，你到底还有多少秘密，说了多少谎话？这一切都是女人的想象。还好这时富二代想起，今天三叔下飞机来他们的婚礼，并且是5点的航班，也就是这时未来的公公婆婆准备去机场接亲戚。然而偏偏这个时候，亲生父母见到了他，为了不被拆穿，许妍急忙将他们送上了车。最后一刻，亲生父母才赶了过来，看到刚才和他招手的是集团的老总，急忙询问女儿怎么认识这么有钱的人家。2位是？我们是他爸妈，你们是？啊，我们是婚庆公司的。啊，恭喜恭喜啊！刚才那几位就是你们未来的亲家和女婿。听到这个，亲生父亲大吃一惊。此刻许妍也不装了，坦白的告诉两人自己要结婚了。亲生父母很生气，为什么女儿结婚，他们叫未来女婿是谁都不知道，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当场就呵斥他。你太放肆了！不要以为在大城市就是人上人了，就可以瞧不起父母了。许妍和他们挑明了说，自己根本没有打算邀请他们来自己的婚礼，毕竟他的户口本上只有他和姥姥两人，除了是他的亲生父母，从来都没有在意过他、爱过他，并且还从来不会觉得自己有错。很快两父母通过小女儿给的地址找到了大女儿，当他听到妹妹要结婚了，并且还不让爸妈参加婚礼，立刻去找了她，却在门口意外的见到妹妹请的演员，并且还给自己安置莫须有的家庭身份。原来你一直在撒谎啊！你找人假扮你的父母，你还一直跟外面人说你父母是在国外生活着。然而许妍很清楚，只要姐姐不说出去，就不会有人知道。目前她只想把自己嫁进去，骗不骗对方一辈子，那都是后话了。阔太给他儿子介绍的女朋友都很优秀，如果他不这么做，肯定嫁不进去。他知道这样让人瞧不起，也承认这样有错。没有遇到男人之前，他的人生都是灰色的。你的撒谎他就是错的。那如果我不撒谎的话，他们就会逼我跟浩明分手，
我辛辛苦苦在荆州打拼，换来的一切，也全部都会化为乌有。我不努力吗？我很努力，可是有用吗？所以我才不想要成为曾经那个可以被人随便抛弃、随便看不起的人。人生不过就几个重要的节点，自己要是把握住了，之后的一切都会顺风顺水。但要是没把握住，想再翻盘就更难了。事业和爱情许言都要，谁说的非要一穷二白去证明真心？随后拿出自己的手机，如果姐姐实在想要揭发他，不如就现在。女孩许言靠着编织谎言伪造身份，终于如愿以偿的嫁给了富二代。她一直以为自己从此以后就能过上幸福生活的时候，却万万没有想到，她那爱的那个男人竟然在结婚当天和公司所谓的干妹妹在泳池深夜幽会。沈浩明，我爱你。我已经结婚了，请你自重。你是说那个女人吧？你别以为她是什么纯情小白兔，她一见面就跟我装亲热装姐妹，不就是想知道我们什么关系吗？那个许言心机深得很。说到这个女人，许言就曾经在公司看到过两人卿卿我我的一幕，但是她并没有大吵大闹，只是不动声色地给男生发去了短信，告诉他自己已经到了公司楼下，给男人留足了面子。她不想管男人曾经有多少的暧昧对象，但是现在她要结婚了，她必须为自己的婚后生活扫清障碍。得知那个干妹妹报了厨艺班，假装凑巧和对方偶遇，一句浩明的未婚妻率先表明了她自己的身份。没想到这个女人段位倒也很高，开始有意无意的炫耀自己和她老公关系亲密。我是她学妹，以前在伦敦的时候我们一起上学，而且我们家跟浩明哥家是世交。这么说的话，就是认识了很多年了。16岁，16岁就认识，所以是亲妹妹嘛。许言找了一个她厨艺很棒的借口，想约她一块吃个饭，却不料在餐桌上这个所谓的干妹妹处处放冷箭，说她年纪小，浩明哥怕她太想家，又怕她被老外欺负，一有空就来看她，处处照顾她。她把你当成妹妹照顾你是应该的，她还应该做得更好才是。女人又开始不依不饶，说在公司她和浩明哥是一个项目，以后大事小事又要麻烦她了。那你把工作做好，就不会麻烦她了，对不对？见怎么激将法许言都不为所动，她开始以退为进，说干哥哥能娶到她这么优秀的新娘子，自己真的很替她高兴，不知道她能不能也去参加婚礼，充当他们的伴娘。然而听到这个，女生只是淡淡的笑了笑，既然对方如此的喜欢找虐，她倒是可以给他一点颜色看看。好啊。婚礼如期的举行，两人拼命的在她面前晒着恩爱，让这所谓的干妹妹内心很不是滋味。一开始许言以为状况就只有这一个，但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好友的父母也来参加了他们的婚礼，这可怎么办？他花钱雇来的演员冒用了这个教授的身份，如果让未来公婆得知，那这场婚礼就变成了灾难。他正寻思着该怎么去支开二老，避免露馅的时候，没想到她老公和公公恰好从大厅走了出来，看到了这一幕，他只好急中生智，率先开口：我来介绍一下，这两位是我大学同学的父母，这位是我老公，幸会。这是我公公，幸会。和我的父亲。你好，大喜的日子，恭喜各位。小夫妻真是般配。在敬酒环节，他一直心不在焉，眼神一直都在这对教授夫妇身上，生怕他们说些什么引起了公公怀疑的话。男人也察觉到了他的不安，竟然主动的叫他过去和他大学同学的父母亲打个招呼。他默默的拍了拍这个假妈妈的后背，和他使了使颜色，对方马上机智的将红酒泼到了教授的身上，让他被迫快点离开了婚礼现场。最后在婚礼的那天晚上，他目睹到了自己的老公和干妹妹在泳池幽会，但是他丝毫不在意，因为能做豪门的妻子，他就已经做好了不在感情上幼稚的准备。今天你在婚礼上面的协助已经非常卖力了，也没必要有任何的发散性想法，大可不必。如果你酒醒了，快点回去吧。赵露思新剧出生在偏僻的一个小山村，那里没有光彩，只有父母因为她是女孩而常年不散的冷漠与嫌弃，是姥姥用那双布满老茧的手为她撑起了一片小小的却无比温暖的天空。记忆里姥姥总是对她说，像他们这样的家庭更要读书，将来去大城市活出个人样来。当她成功的考虑大学，姥姥会将所有的积蓄全部给她。这是这些年姥姥存的钱，密码是你的生日，拿着。我不用，上大学的生活费我也有，再说了，学费你都帮我交了。圆圆，听姥姥的话，你不是喜欢跳舞，喜欢弹琴吗？姥姥还听说了，大学里还有很多兴趣班，这都是要花钱的。你说你找了这么多老师，那技多不压身啊。来，拿着。
大学生活并非坦途，同学们都在享受多彩的青春时，他的身影永远穿梭在兼职的路上。他做过家教，在餐厅端过盘子，发过传单，辛苦挣来的每一分钱，他都精打细算，但每月雷打不动的，都会寄一部分回去给姥姥，谎称自己在另一边够花。姥姥一个人花不了这么多钱的，要是你在外面读书，那肯定花钱的地方很多呀。吃饭你不许给我省啊，多喝牛奶，多吃鸡蛋，还有那个叫什么维生素，也要补充啊，对吧？我知道了，我现在这份兼职工资挺高的，而且我今天又找了份新的，工资更高。你放心吧，你就是在老家吃好喝好就行啊，我放寒假就回来。毕业后，他留在了这座城市，成为一名普通的上班族。微薄的薪水，在高昂的物价面前，大冬天的他也宁愿站在冷风中，等着最后一班公交的到来。每次给姥姥的通话，总是报喜不报忧，描述着一个光鲜亮丽的大都市生活。但挂掉电话后，是无尽的空虚和焦虑。当他亲眼目睹了城市的繁华与残酷，看到有些女孩凭借美貌或家世，轻易获得他需要奋斗很多年才能碰到的资源，他开始精心编织一个全新的自己。偶尔结识了一位富二代，恋情发展顺利时，乡下的穷母亲打来了电话。怎么了？妍妍，我和你爸爸想了好几个晚上，你的婚礼我们还是想参加，这也是你爸爸的意思。不管怎么说，也毕竟是我们的女儿。他眼中闪过一起决绝，不仅将母亲的备注改了，还推掉男友和他一同回乡探望姥姥的要求。他用了多年的时间，从泥泞中爬起，为自己穿上了一件华丽的外衣。现在谁都不能阻止他成功的步伐，便独自回到乡下找姥姥，想让他帮自己劝说一下父母。随后说起这次来的真正目的。姥姥心里有数了，我打电话把他们叫回来。你一个人在外面打拼了这么多年，你现在吃了多少苦，姥姥心里最清楚。你的婚礼，姥姥一定让你办的体体面面、风风光光、漂漂亮亮的。姥姥，荆州太远了。女生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自己也很难受，但姥姥太善解人意了，也懂了她的意思，并且以自己身体不好为由，就不去了。叫孙女结婚后，哪天有空回来将结婚照带回来。她挂在屋里面，天天看着两人内多开心。然而，当女生打开冰箱那一刻开始，她瞬间泪水无限，全部都是姥姥给她做的桂花酱。她的爱很沉重，许妍的眼泪再也绷不住了。回去的路上，她详尽的承诺，等我毕业找到工作，在荆州站稳脚跟，一定接你到荆州跟我一起住，我们以后再也不分开。将来有了男朋友，他要是不同意，我就休了他。我结婚的时候，您必须做主桌。你安排的好，姥姥听你的。这一次，他放姥姥鸽子，暗示常觉得亏欠，来自小城的卑微底色，来自姥姥的呼唤声。他必须守住用谎言构筑的一切，这是他自己选择的路，无论多难，都要走下去。假冒千金的许妍，终于如愿以偿的和富二代男友结婚，两人一块来到乡下探望女生的姥姥。对方是知道有姥姥这个人的，但是他还是很担心，生怕老人家说错什么话，所以尽量避免他们两人单独接触。姥姥，您常一个人住在家里，那妍妍的爸爸妈妈是不是？姥姥啊，这个你最喜欢的这张给你带来了，我给你挂卧室最显眼的地方。快去啊，这都是油烟味儿，你别在这儿站着了。他一直盯得很紧，生怕自己露馅。但是姥姥看到他现在已经幸福，有些憋在心里很久的话，他不得不说，那就是许妍的父亲前段时间去医院检查，医生说他肺上长了个肿瘤，虽说是良性的，但是毕竟年纪大了，有些事情也说不好。现在是见一面就少一面，不如自己陪他回去看看。然而听到这个，许妍只是选择沉默，并没有回答。然而到了第二天，奶奶有意无意的开始和孙女婿聊天，她知道许妍伪造了身份，你知道这个秘密迟早会掀开，但是她还是恳请孙女婿以后多多担待。小沈啊，妍妍呢是从小跟着我长大的，我就是一个乡下老太婆，能教她的不多，她的身上多多少少会有些臭毛病，如果她犯了什么错，你就多包容，行吗？行，一定给她一次改正的机会，好吗？当然可以了，姥姥，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在这里。曾经的那个家，许妍是不会再回去了，但是她还是默默地放了一张银行卡给自己的父亲，当作是他的医药费，算是护住自己内心最后的一丝善良。她如此的警备提防，婚后的生活也如履薄冰。
但是她的老公似乎已经为她付出了真心。男人在城中最繁华的地段买了一套4合院，准备当做礼物送给她。这么大个城市里面，有这样的一方天地，进来一下就抚平了所有的焦虑。真的蛮好的。我跟你的角度完全不一样。好，那你说说你是什么角度？来，你看，这里所有的水电，要重新修一遍。你后面是厨房、洗手间，防水还得重新弄一次。谁的院子你这么熟悉？你的。以后你就是这个小别院的女主人，你能通过工作认识嘉宾，扩大交际圈，这很好。但仅仅在节目里面的相处还有相识是远远不够的，节目外面的相处还有关系，还需要维持。听到这个，女生直接呆愣在了原地，她做梦都没有想到竟然是这么一份大礼，甚至男生还开始为她婚后的事业做起了谋划。她意外看到梁柱上留下的前房主画身高的横线，内心有些许的触动。在那个曾经的家，父母亲把所有的关注全部给了她的那个姐姐，一直将她视为透明人。男人很快察觉到她情绪上的变化，叫老婆从包包里拿支口红给她。曾经的那些遗憾，自己往后会在婚后的生活中一件一件亲切地帮她抚平。看到这一幕，女生不免红了眼眶。也许曾经那些不好的回忆，真的可以让她拥有幸福的这一刻彻底冲淡。她必须牢牢地守护住好不容易得到的幸福。女生许妍万万没想到，自己刚嫁进豪门，亲姐就给她惹上麻烦了。这个事儿不用你帮我，我自己可以解决。怎么解决？什么时候解决？拿什么解决？当初姐姐在工作的时候不小心撞伤了胳膊，然而去到医院的那刻，给她治疗的医生竟然是她高中暗恋的校草，但当时校草喜欢的却是她的妹妹。于一鸣，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我不想谈恋爱，我现在只想好好学习，其他的事都不在我的计划里。我不会打扰你学习的，我就想跟你说我喜欢你。我不喜欢你。时隔多年过去了，男人依然对许妍恋恋不忘。既然老天让他们再次遇到，他通过姐姐联系到了妹妹。当男人见到对方手上戒指的那瞬间，明白两人已经不可能了。你结婚了？上个月。虽然有点晚了，祝你新婚快乐。很快，妹妹将姐姐带回了家，看到她和几个女生合租的房子，并且还重新找了工作。对方铁定心要留在大城市，既然如此，帮她换个大房子，希望她不要给自己添任何麻烦。5班，我忘记告诉你，新家公寓邻居是于一鸣。当听到邻居是高中暗恋的男神，姐姐马上改口。那个让她整个高中时代都偷偷心跳的男生，现在就住在自己隔壁。目光相遇的瞬间，她愣住了，有些心动从未走远，只是被岁月妥善保管。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温柔地提醒她，青春里那个闪闪发光的人，依然值得所有美好。与此同时，她乡下的前男友从母亲口中得知，前女友家穷得叮当响，竟然在商业街买了一个门面，而且是全款，怀疑用他们家的彩礼。两人既然分手了，母亲逼着她把钱追回来。当前男友给女生发去消息，对方已经将她拉黑了，打电话过去也是一样的，认为被羞辱的她直奔大城市去，竟然在许妍公司旁的一个餐厅找到了她。你想缓和我和乔林的关系，但时间已经太长了，真的没必要。乔林现在分手了，一个人在荆州住，他住在你隔壁，其实我放心多了，但是就是要麻烦你照顾照顾他。这你放心吧，于情于理都应该好好照顾乔。谢谢。乔妍，你为什么让他照顾乔林？他谁呀？乡下男见到这幅场景，认为自己女友和他分手，都是这个妹妹在背后挑唆的，在餐厅里面大声吵闹，甚至想上手对许妍施暴，还好被男生给阻止了。在乡下男咄咄逼人的时候，许妍见到和自己不对付的同事来了，急忙称带他去找姐姐，而女同事见到这一幕，还想挖掉新闻出来，不料男人根本就不搭理她，而许妍并没有把男人带到姐姐那去，只是告诉他两人已经分手了，不允许他去干涉姐姐的生活，至于收的彩礼钱，自己会帮他还。但乡下男竟然来脾气了，他现在不要钱了，只要人，如果见不到他姐姐，无非就是天天去他单位闹，去他婆家闹，让所有人知道他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随便你。然而许妍根本就不怕他的威胁，在他的内心家人还是十分重要的。当姐姐知道了这个消息，瞬间无语，乡下男简直是个神经病，一直都瞧不起他，还说自己帮不了他升官发财，现在又要污蔑他出轨，往他身上泼脏水。想去和他当面对质的时候，被妹妹叫住。他在乎的就是你对他的感情是否忠诚，但他父母在乎的无非就是钱。钱的事情你不用担心，我会帮你解决好。这样一来，就算他还要来荆州闹，他父母也不会同意的。与此同时，许妍的老公得知了这件事，派人去调查乡下男工作情况和人际关系。很快，姐姐前男友乡下的父母就收到了一笔巨款，既然钱回来了，他们也不打算追究，便想叫儿子回来。爸妈，
我要是不弄明白乔林是不是因为外边有了别的男人才跟我悔的婚，我坚决不回去。可下一秒，男人就被领导给叫了回去，而领导也是收到了上面的命令。就这样，他被一股神秘的力量给召回。以后啊，别有事没事请假，对你自身影响不好。上床睡觉，明天还上幼儿园呢，你看，一觉不睡。倩倩，妈，妞妞怎么了？哎呀，你说你婆婆让我把睡衣给她换上上床睡觉，可是孩子今天不知道怎么了，死活就是不换。妞妞，听外婆的话，把睡衣换上好吗？我不。为什么不啊？这衣服哪儿来的？这是我妈妈给我做的，我要一直穿着它，一直穿着它。快走，上床睡觉就行。敬意，总是也敬意。你好，叶小姐。什么话？你知道我接到你的电话有多高兴吗？哼。哦，约我吃饭，当然好了。爷爷，就吃这些啊？这饮食啊，就和武术一样，越是路边摊，味道越好呢。听起来有点道理啊。夜精一专嘛。没错，我们坐这儿吧。好。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对你这样的好心人没有兴趣，所以不管你做出多大的牺牲，我都不会改变心意。你不懂，其实我一直爱的人是王静。尝尝，吃这个？好吃，尝尝。真好吃。真的？是啊，哪个男人不喜欢吃烧烤、喝啤酒啊？不过说实话，这种地方我已经很久没来了。你以前也经常吃这种路边摊呀？很早以前，我跟我妻子谈恋爱的时候，经常到这种地方。说实话，那段时间真是挺美好的。你一定很爱嫂子吧？曾经是。为什么说是曾经？对不起，来，碰一个。他给我生了2个儿子，就一个人先走。我没想到他会走那么早，否则我会对他更好一些。哎，别老是说我，说说你啊。说来也许你不相信，每次经过这里，看到坐在这儿的人特别开心，就很羡慕他们。现在呢？你现在心情好吗？和你看到那些人一样开心吗？很开心。谢谢你能陪我。哈哈，我可没那么大的魅力。于总，说真的，我和你就像认识多年的老朋友。这样说不会太唐突吧？话，小叶，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你需要我，就给我打电话。
今儿这么高兴啊？哎，不过我们要的那份东西可还在叶家人的手里啊。他叶静怡自作聪明，想放下诱饵钓我这条大鱼。好啊，那我就咬钩，我最终会跟他结婚。结婚？我们变成一家人，我看这份资料还有什么用？你说什么？于总没同意叶静怡辞职？啊，那个工厂那边问样品的事儿，你去处理一下吧。什么意思呀？公司这么大的损失，总应该有一个人承担责任吧？这是公司的决定，我也不太清楚。你先去处理工厂那边的事儿啊。叶总管，一起吃饭吧。啊，你们去吃吧，我有安排啊。哦，好吧。叶总管，快坐快坐，你坐呀！哎呀，你坐嘛。干嘛？你猜我给你带什么来？有事儿说事儿，猜什么呀猜？你猜嘛。我猜。哇，燕儿，你来了。我做了你最爱吃的爱心小虾虾哦，我好喜欢呢。你看啊、哦，这个呀还能摆成爱心的形状。哇，你好聪明啊！来吃一个，好吃吗？好吃。拿纸去，我容易吗我？总管，你这么含情脉脉的看着我干嘛呀？你可真不要 face 啊！干嘛去了？送王燕儿啊！你知道王燕是有妇之夫吗？啊，当小三有意思啊？跟你有关系吗？管得着吗？哎，于海波，这里的环境还不错。您来了。是不是有什么事儿？没有啊。今天你看起来脸色不太好，是有心事儿吧？其实是，也没什么。跟我说说吧，或许能帮上你什么。真的没什么，就是工作上的一些事。如果我帮你解决了工作上的问题，你能帮我一个忙吗？我能帮上你什么呀？做我的模特。模特？我请你喝好心咖啡。你都还没付钱呢。对啊，好心咖啡嘛，不用付钱的，走到这儿敲他一下他就出来了。于董事长，你选的衣服在这里。好，谢谢。今天就是让我给您当模特。是这样，我想送一些礼物给我一个很重要的朋友，但这些衣服不知道哪件好看，所以只好把你请来当模特了。
穿上它就可以了吗？这个可以吗？漂亮，非常漂亮。那就麻烦你把这几件衣服也帮我试一下吧。这边请，小姐。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帮上忙？当然了，刚才你穿的那些衣服真漂亮，我是怕收里的人穿着没你好看。既然你帮了我的忙，我也应该有所回报啊。说说你的工作吧。只要在我需要的时候，您陪我聊聊天，就足矣了。作为朋友，我希望你有什么事就来找我。放心，我一定会在需要的时候主动向您开口的。怎么，今天还是不想坐我的车？我想走走。看来我这个朋友还是不够合格呀，坐我的车都让你不舒服。不是这样的。没事，路上小心。再见。再见。醒醒吧你！看你那嘴张的，苍蝇都能飞进去了。干了一天活了，不好意思，腰酸背痛的。哎呀，你怎么那么多毛病呢啊？你就只洗了碗啊？我哪儿只是洗了几只碗啊？我做了早饭，又做了午饭，我还把整个房间都打扫了。现在又到吃晚饭的时间了，哎呀，但愿我能少吃点儿。哎，你这人怎么那么娇气了你啊？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劳动使人快乐。现在我就让你尝尝劳动快乐的滋味儿。还有这么多活要干啊！明天行不？你想都别想，我免费让你吃让你住，收你那么一点点管理费。你只有好好干活，就没有时间说闲话了。去吧，去。哎，我跟你说，别用洗衣机啊，就用那个卫生间的大澡盆子，用搓衣板，用肥皂使劲搓。听见我？你是在逼我走？哎，我说你这人怎么那么小肚鸡肠啊你！我要跟你说，这背头很油的，一定要打肥皂，用手使劲搓，听见没有？哎呀，哪来这么多被罩啊？现在谁还用这些东西啊？这跟这房子相配吗？我只能用英语说 ，My God，My God！ 我跟你说，你按我说的去做，然后洗完它以后，跟我出去买菜，听见没有？你真把我当保姆了？难道你不是吗？ Oh my God！ Oh my God！ 王总，这是您要的资料。明宇啊，我想开一家新的服装公司。你想想，在这家公司，我跟于晶斗得你死我活的，但是他的资金很雄厚，如果我不想别的办法，迟早我会被撵走的。再加上叶静怡的事情，如果他去别的公司，会变成非常有力的竞争对手。哦，那你的意思是怕嫂子？对，叶静怡的设计水平在你的嫂子之上，我们不能放虎为生的。我明白了，那我现在就去准备资料，然后让策划团队尽快出个方案。我先走了。喂，是我。有空出来见一面吗？找我来有什么事呢？听说你辞职了，有什么计划没有？暂时还没有。你问这个干嘛？你可以来我这里工作。你那儿？对，我准备开一家新的公司，希望你可以加入。姚倩倩知道这件事吗？她不知道，
但是我很感激你对我的赏识，不过我帮不了你。我知道你是担心姚倩倩，我会跟她解释的。而且你放心，这只是公事，不夹杂任何感情。我想你做出这样的决定也不容易，我会认真考虑的。希望你别让我等得太久。秦江，哎，叔叔回来了啊！新产品设计还顺利吗？很顺利。那个出事的设计师，你打算怎么办？他自己要求辞职，但是我没有答应。他是想主动承担责任，这对你来说不是件坏事。但是对公司来说是损失，因为他确实是个人才。这人是谁啊？他叫叶静怡。吃饭了。啊，来了。走啊，叔叔。叶静怡。金怡，我觉得我的提议挺好的，你好好考虑一下吧。知道了。我会考虑的。哦，对了，我会说服倩倩让你去看那边的。太好了，谢谢你。那个，路上小心。啊，好。拜拜。拜拜。我回来了，妈，你来干嘛？这是你剩下的东西，还有这个，为什么会在我家？为什么会在我的卧室里面？我说去哪儿了呢？原来在这儿。我问你话呢，为什么会在我的卧室里面？你们两个人在我的卧室里面干了什么？你想知道我在你的卧室里做了什么吗？你说呀，到底干了什么？我做了你当年跟王静做的事情。我不是告诉过你吗？我从你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只不过是付诸于实践而已。你以为我像当年那么好欺负吗？叶静怡，你还忘不了你前夫是吗？竟然还背着我去见他。跟王金度蜜月的时候，你还背地里面跟踪我们，你知道这是干什么吗？通奸！通奸？你还好意思说我通奸？你当年对我做了什么？姚倩倩，你应该去问问你的丈夫，不要让他再打电话给我了，明白了吗？你要担心的是你的丈夫。我自己的丈夫，我自己会管。我警告你，如果再被我发现你背着我去见王静，我绝饶不了你。你今天是从公司回来的吗？对啊。不对啊，我给公司打过电话，明宇说你提前走了。哦，我去见了个人。见谁了？什么意思啊？想问什么就直接问呗。算了，我什么都不想问。
行了，别胡思乱想了，睡吧。哥，你怎么才来啊？啊，怎么了？爸说关于叶静怡辞职的那个事儿，我不会同意的。哦，你要是这个态度，爸会很难做的。我也很难做。要是别的公司聘请叶静怡怎么办？怎么问这样的话？我是听王进公司人说的。王进公司？你的意思是王进公司有可能聘请叶静怡？我听说他要开个新公司。我去了解一下。你刚刚说什么？王静要聘请叶静怡？我也是听别人说的。绝不可能！于总，请坐。啊。哎呀，今天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呀？想向你求证一件事情。说。我听说你要挖走叶静怡。有这事儿？于总，挖走这个词儿太难听了，我只是聘用他而已。可是他现在还在我们公司任职啊，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于总，您想说的呢，我都知道，但是他已经向您的公司辞职了，可以自由选择工作。再说呢，我的新公司需要一名设计师。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我还没有同意他辞职呢，他现在走不了。于总，如果你这么关心叶静怡的话，那么为什么还会逼他辞职呢？他辞职的理由你比谁都清楚吧？没人逼他辞职。于总。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关心叶静怡，还有，我奉劝你一句，不要在我的面前装作自己很懂叶静怡。你别忘了，她之前是我的妻子。你还知道她是你前妻，那就不要对她这么残忍，好吗？要是您没什么说的话，就请吧。你考虑考虑，告辞。您好。你好，今天终于肯坐我的车了，来。今天准备请我吃什么？我想请您吃麻辣香锅。麻辣香锅？怎么了？于晶啊，不喜欢吃辣的，特别是麻辣香锅。如果他肯吃，那他呀是对你有意思了，那么你就可以呀直接和他谈正题了。您不喜欢吃吗？谁说的？老弟啊，去麻辣香锅找家好的。是不是太辣了？
辣的舒服，辣的这个人浑身的毛孔都是张开的。给，谢谢。这里有个辣椒。哦，对不起。晶莹，你知道吗？我自己一直认为我看人很准的，可是当我自认为很了解你的时候，你总是会证明我都是错的。您太谦虚了，您不是已经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了吗？我无非是喜欢肖邦，喜欢吃路边摊，更喜欢吃麻辣香锅。这些都是我已经看到的、知道的，但是我怎么都看不出来你到底是搞什么工作的。我以前是 Powerland 的设计师，但现在失业了。Powerland？怎么？你知道这家公司？我当然知道这家公司。哎，你不会是叫那个玛利亚的那个设计师吧？我的名气有那么大吗？真的是你啊！太巧了，这可。岳小姐，什么原因让你辞职了呢？我的设计被别人泄露到市场上，给公司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我不得已离开公司。这么说，你背了黑锅。可是，就这么离开公司，你不觉得委屈吗？对于这件事情，我无能为力，就怪自己不走运吧。来，别提不开心的事了，我们吃吧。哎，于总，我正找您呢。这个资料，你看看是不是需要？回头再说吧。我要去见一个知情人。好，就按我说的做。脸都干净。哎呀，这家人怎么这么能吃啊？什么都没剩。这个东西很贵的，你还好意思笑啊？你偷吃的东西，你好笑得出来吗你？亲家母，我不是故意的，我再收拾一下，给小青打了。我说你们娘俩怎么那么像啊？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我跟你说了，我不是故意的吗？不过怪可惜的，还挺甜的啊。我跟你说，亲家母，我是看见你无家可归，我才收留你的啊！你真以为这是你的家？你把所有的东西都当成是你的东西了，是不是啊？亲家母，你就……你说你为这点事儿至于吗？啊，你太过分了吧！我太过分了，犯错误的是我吗？啊，你砸碎了那么贵重的东西，你还有理了你？亲家母啊，我不就砸碎了个东西吗？又不是把整个家都砸了，您至于这么吼吗？你说是不是啊？吓死我了！好，我不吼，那你就去买一模一样的赔给我。什么？钱！你就知道钱！我女儿在你家受了多少委屈啊！我为了她也跟着受委屈，你到底想干什么？吵，整天都在吵，外面都听到你们在嚷嚷了。芊芊，你回来了，你回来了正好，你替你妈赔吧。
我真服你们娘俩了啊！不是砸了这个，就是打碎那个的。倩倩呀，我就是不小心砸烂了一个饮料，那是饮料吗？那是高级营养品。营养品又怎么了？啊，妈，你能不能少说几句？既然已经住进来了，就安静点。哦，我工作已经够累了，别再给我添麻烦了。哦。哎，你，哎，总，我正找您呢。这资料，看看是不是需要写，回头再说吧。我要去见一个知情人。倩倩，你的邮件刚送来的，给王静的。来，妈，联系上他了吗？谁呀？老赵啊！哎呀，别跟我提他的名字。我要是能找到他呀，我能在这受你婆婆的气。你一旦联系上他，不管他在哪儿，让他躲得远远的。哎呦，倩倩啊，你什么意思啊？让他躲得远远的，你想让我一辈子也见不到他吗？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我们要被发现了。你是说卖叶静怡设计的事儿？于新娘说她已经找到线索了。哎呦，老赵不会被他们抓了吧？不知道啊。